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作为一个旅游频道，介绍了那么多的欧洲城市，今天终于要探一探罗马了。作为意大利的首都，永恒之城罗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一座尊享近3000年历史、欧洲历史、文化、艺术、建筑都绕不开的城市。从古罗马斗兽场到许愿池，每一步都像走在历史课本里。今天咱们就一起穿越古今，去罗马看一看。罗马的历史太悠久了，这里就简单讲两句。罗马神话里，罗马城是公元前753年由战神马尔斯的儿子罗慕路斯建立的。罗慕路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雷穆斯，传说里是被母狼奶大的，所以现在在罗马和意大利会看到很多母狼喂孩子的纪念品和雕塑。建罗马城的时候，两兄弟一言不合，罗慕路斯把弟弟给杀了，按自己的名字给新城起名叫罗马。后来，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成立。公元前27年，凯撒的养子屋大维称帝建立罗马帝国，国力进入鼎盛时期。再后来，东西罗马分家，西罗马帝国渐渐衰败，在476年被日耳曼蛮族灭亡，中世纪开始。这以后，罗马城辉煌不再，就像个没娘的孩子。蛮族东哥特王国管过，拜占庭帝国最牛的时候接手过一段时间。也曾经是查理曼大帝开启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当过教皇国的首都。反正一直就是又穷又乱，基本就是退化成了个城乡结合部的状态。一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罗马城才又规划重建，再创了辉煌。最后在1871年，意大利正式统一，罗马正式定位了首都。罗马的景点很多，也很集中，基本都可以慢慢走着看。咱们先从老城区的东南这一片古迹区开始吧。罗马最有名的景点肯定是罗马斗兽场了。从古罗马的时候开始，就是罗马城的地标。斗兽场可以容纳至少6-7万人，公元前82年建的。就是说，2000多年前的罗马人就有闲情逸致来看决斗士和动物们厮杀的真人秀和各种大型表演了。罗马当时建了不少这种椭圆的竞技场和半圆的剧场。罗马的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这么说吧，罗马基建狂魔2000多年前建的这个东西，和现在英超利物浦的主场球场差不多大。斗兽场里的看台是按社会阶层划分座位的，场子的地下还有很复杂的通道和升降设备，来运野兽和决斗士上场的，妥妥的高科技超一流工程。斗兽场永远都是游人如织，所以尽量网上先预定。罗马斗兽场这块地方当年是古罗马的核心区，所以附近还有各种值得一看的古迹，都在一张票里包括了。古罗马广场离斗兽场2分钟，是当年大家参政议政、聊八卦、买卖东西的最热闹的地方。现在能看的遗迹包括元老院议事堂、塞维鲁凯旋门、维斯塔处女庙、农神庙等等，都是2000多年的真迹，每一件放到别的地方都是国宝。在这里可以慢慢逛逛，然后脑补一下这里2000年前的帝国繁华。古罗马广场南边是帕拉蒂尼山，传说里的罗马城的发源地，罗慕路斯同学最早建成的地方。罗马号称7山之城，帕拉蒂尼山是7山之一。这里当年可是王公贵族的高档住宅区，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在这里可以找找奥古斯都宫殿、提比略宫等等遗址。君士坦丁凯旋门就在斗兽场旁边，是公元315年。为了纪念君士坦丁大帝打了个大胜仗建的，是罗马帝国保存最好也是最大的凯旋门。还有一个提图斯凯旋门在古罗马广场旁边，比君士坦丁凯旋门还早400年左右，纪念提图斯征服耶路撒冷的。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到旁边的马克西穆斯竞技场看一眼。这个竞技场是古罗马时代第一个竞技场，也是最大的一个，能坐令人发指的15万人。这里主要是跑战车竞技，相当于当年的 F1 赛车场。看完斗兽场、古罗马广场这一片，下一站就可以去万神殿了。万神殿是罗马最著名、保存最好的古建筑之一，也是个意大利和罗马的地标。万神殿最早是公元前27年建的，100多年后哈德良皇帝重修成现在的样子。所谓万神殿，就是供着所有罗马众神的庙。Pantheon 意思就是所有神的殿堂。当年罗马人还没信基督，信的是万神教。
万神殿的正面是经典的巨大的柯林斯式石柱的柱廊，进到里面，抬头就是最著名的那个巨大的圆顶，世界上最大的没有钢筋的混凝土的穹顶。据说当年古罗马人当时使用的是那不勒斯附近的天然火山灰加石灰岩的特殊混凝土材料，然后从下往上，材料越来越轻，所以这么大的穹顶才不会塌下来。古罗马人的工程水平不服不行。很多意大利的名人葬在万神殿里，比如文艺复兴大画家拉斐尔。万神殿是罗马建筑的经典，今天欧美无数议会、图书馆、大学的柱廊圆顶的设计灵感都是从万神殿来的。万神殿前面的罗通达广场也是罗马最迷人、最有活力的广场之一。广场上的从古埃及运过来的方尖碑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喷泉都是打卡拍照的好背景。说到方尖碑和喷泉，罗马是世界上喷泉最多的城市，没有之一。因为原来这些喷泉不光是好看，还是当年老百姓的取水点。2000多年前，罗马人就开始从城外取水，建高高的水渠引水到城里，然后利用高处的水压把水送到各个喷泉。到了中世纪，罗马变农村了，水渠和喷泉慢慢荒废了，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从教皇西斯笃五世开始重新规划市政建设，才重修了旧的喷泉，也建了很多新喷泉。至于各个广场的方尖碑，原来是埃及人供奉太阳神用的，象征权力与不朽，正合罗马皇帝的口味，从埃及搞来了不少。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些倒了的方尖碑都被修好立起来，作为城市建设的时候修路的地标用的。从万神殿往东走个10分钟，就是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景点——特雷维喷泉，俗称许愿池。这个喷泉的历史没法和斗兽场万神殿比，只有200多年。不过这是罗马最大的巴洛克喷泉，非常精美漂亮。喷泉的背景是原来的玻璃宫的立面，上面雕刻的是教皇徽章和四季女神。喷泉正中是驾驭着烈马战车的希腊水神俄克阿诺斯，左右分别是丰裕与健康女神，脚下是2个海神马仔，叫特里同的。去参观许愿池一定要一早一晚避开人群，因为这里太火了，人不是一般的多。据说许愿投币的正确姿势是背对喷泉，右手从左肩上方扔过去。许愿池灵不灵不知道，反正据说每天能捞起来3000欧元的硬币。从许愿池往北再走10分钟，就到了西班牙台阶，也是个罗马知名地标，全世界最宽、最优雅的巴洛克式户外阶梯。至于为什么叫西班牙台阶，是因为台阶下面这块地方是西班牙广场。从西班牙广场往上走过这135级台阶，就到了上面的圣三一教堂。教堂里面可看可不看，但是前面的平台地势比较高，看罗马风景不错。西班牙广场对面那条不起眼的窄街就是孔多地街，著名的高档奢侈品一条街。反正这一片儿基本就是重庆解放碑或者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意思，打卡圣地加商业街。在这里逛逛吃吃看看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咱们去另外一个重磅景点梵蒂冈。梵蒂冈历史比较复杂，反正是世界上最小的独立国家，就在罗马城里面，一共就半个平方公里，差不多60个足球场的面积。一般大家参观梵蒂冈都要先在圣彼得广场排队进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教堂可了不得，是全世界天主教的圣殿。教堂里面金碧辉煌，庄严大气。教堂的穹顶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世界上最高的教堂穹顶，可以上去看看，俯瞰圣彼得广场和罗马城。在教堂里面可以找一下圣彼得的铜像，1000多年下来，右脚被朝圣的人们摸得锃光瓦亮。穹顶正下方是贝尔尼尼设计的青铜华盖，覆盖着圣彼得的墓葬。不过要进去参观墓葬不大容易，要另外特别预约一个导览才能看。当年圣彼得被罗马暴君尼禄迫害死了，就葬在梵蒂冈山上，所以后来才会在这里建这么个大教堂，作为天主教信仰中心。除了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也是一定要看的。里面是整个基督教世界2000多年攒下的宝贝，是全球仅次于卢浮宫的第2热门博物馆，有各种名家的壁画、古希腊和罗马的雕塑、各种宗教艺术珍品等等。里面的拉斐尔画室、古埃及馆、古罗马雕塑馆、地图长廊都不能错过的。还有西斯廷礼拜堂里大名鼎鼎的米开朗基罗的巨型壁画，
最后的审判和屋顶上的创世纪是大师艺术巅峰之作，一定要亲眼看看的。西斯廷礼拜堂其实就紧挨着圣彼得大教堂，每次老教皇驾崩要推选新教皇的时候，各路大主教们就是在这里开会密谋的。梵蒂冈瑞士卫队也是个参观亮点。瑞士雇佣兵当年在欧洲很有名，忠诚、守纪律、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所以500年前当时的教皇请他们来保卫教廷，就这么成了个传统。现在梵蒂冈的瑞士卫队就是最小的国家军队，130人左右，作为梵蒂冈的皇家护卫加形象代言人存在的。除了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其实在罗马城里还有3座大教堂：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圣母大殿和城外圣保罗大殿。这3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一起，是天主教会的4座特级宗座圣殿。尤其是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是世界上第1座基督教大教堂，而且也是教皇的主教座堂，宗教地位全球第1。所以这里一个知识点，虽然圣彼得大教堂最著名、最宏伟，也是教皇搞活动的地方，但是教皇作为罗马主教的主教座堂是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有时间的话，这几个大教堂都可以看一下，对了解西方历史文化很有帮助的。好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对不是一天能玩完的。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会接着介绍罗马好玩的地方，还有玩转罗马的攻略。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